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一颗蝴蝶兰10月份买回来就一直开花，开到现在。当时是它的非常独特的唇瓣吸引着我。看一下它的唇瓣比一般的蝴蝶兰的唇瓣有一点不一样，它是由3个唇瓣组成，平常的蝴蝶兰只有1个唇瓣。这颗蝴蝶兰原来有2只花梗，另外的这一只花梗的花已经凋谢，我已经把它剪掉。买回来已经3个多月，但是发现它的根好像没有什么新的进展。上面这些根一点新的根尖都没有，而且根看上去都是黑黑的。估计里面的根也不会是很好的。拆开它的植料看一下，外面的这一层是树皮，里面中间的这一部分都是水苔。应该是兰场在它需要换更大一点的盆的时候，直接换大盆，用树皮把它重新种植的，没有把它里面的水苔拆开。这个也是兰场通常的做法。我不喜欢这些竹签，它会导致兰花的根腐烂的。待会拆开，我让大家看一下。水苔已经发黑，也有一股发霉的味道。看上去好像里面没有一条好的根，所有的根都是黑的。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些树皮的原因，还是这个水苔的原因。除了外面看得见的这几条根之外，里面一条根都没有，就连烂的根都没有，说明了这一颗蝴蝶兰的生长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好的。所有的根都是发黑的，不过还好，虽然根是发黑了，但是摸上去还是硬的，说明它还没有腐烂。我买这颗蝴蝶兰的时候就发现它的叶心是黑的，而且有2片叶子靠近叶心的地方也是发黑的，看见吗？就是那个黑点。但是因为当时这一颗兰花的花比较特别，加上它的价钱也不贵，好像就几块钱，就剩下这一颗，也没有别的选择。看一下这条根，下面这一部分还是非常健康，而上面这一节已经腐烂。这个就是因为当时插了个竹签，竹签引起的腐烂的。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位置。超市里面买回来的蝴蝶兰，如果插有这种竹签，90%附近的根都会腐烂的。所以兰花买回来之后，最好是把这些竹签拔掉。把根冲洗完之后，现在来给它修剪一下根。看一下这一片叶子，就是我刚才说的之前是发黑的那个地方。尽量把这些已经干掉的叶子清理掉，不把这些清理掉，以后会影响新的根或者是花芽的生长。从超市里面买回来的蝴蝶兰，等它的花凋谢之后，一定要给它换盆换植料。通常买回来的兰花都是用水苔把根包得严严实实的。把水苔拆开，里面的根大部分都是烂的。如果不及时的把这些烂根修剪掉，会蔓延整一颗蝴蝶兰。这样的话，蝴蝶兰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如果蝴蝶兰的叶子开始发黄，而且发黄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或者1天2天整一片叶子都黄了，这个时候就更加要小心，就说明里面的根肯定是腐烂的。这个时候就应该马上拆植料检查里面的根。如果里面的根是烂的，需要把所有的根都剪掉。
把烂的根剪掉之后，不要马上用植料把它种植起来，让它裸根几天。我在玻璃杯子里面准备了几块木炭，准备把这棵兰花放在木炭上面。这棵兰花的根的情况不是很好，烂的根很多，加上它都已经全部发黑。如果这个时候用植料把它种植起来，它就非常容易继续腐烂下去了。今天用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只是把它放在木炭的上面。我会放一点点水分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只要保持木炭的湿润，而根是沾不到水的。水分不需要很多，大概是1厘米的分量吧，就是这么多水。只要水不没到这些根就可以。为什么我用木炭来种植呢？木炭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它的吸水性虽然没有水苔好，但是它也会保持它有一个湿润的程度，又不会太湿。这一棵兰花一直都长得不太好，根也烂了很多。这种情况，现在最好的种植方法就是裸根种植，把它放在木炭上面，木炭会吸收这些水分，提供给它有湿润的生长环境，而这些根是不会沾到这些水的，没有沾到水，根就不会继续的腐烂下去。一般的裸根种植就是给它泡水1天，然后给它裸根几天，重复这种操作方式。我感觉是太麻烦了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喜欢把它放在木炭上面比较方便一些。花已经开完了，现在就把它的花梗剪掉。剪花梗就是在它最后一个长出花芽的地方剪。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开过花的花梗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，就算拿去扦插，它也不会长出高芽来，就把它剪掉算了。能让蝴蝶兰迅速的恢复健康，很快的长出新的根，最主要的就是要注意通风、水分和阳光。裸根的种植方法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方便简单，只要偶尔给它喷一下水也就可以了。